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脸书，还有 Twitter，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3年的5月24号，今天是星期三。好，没有错，今天是星期三哦。好，那么我们今天也要来学习新 HSK 的词汇。好，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一下中文的数字。老师看到君诺，以后要叫你君诺，不要叫你 Junaid 哦。君诺同学你好，还有林子，还有梁，是梁吗？对吗？梁木对不对？每次都忘记这个字怎么念啊、梁木。好，裴静，还有汉奸蓝墨，还有这位同学是新同学吗？欢迎你哦。还有春娇、佩霞。好这个同学忘了你好像没有中文名字对不对？好，索尔，还有一乐。好，老师记得一乐哦。好，来，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来看一下。老师看到球霜了，好久没看到球霜了。8575 8575中文要怎么说呢？我们再看一遍8575。好 ，Elef 欢迎8575。好，8575中文要怎么说？对，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好。老师看到好多新同学来哦，欢迎大家，然后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哦，记得帮我点赞。好，那么还有记得要分享老师的频道一定要记得分享老师的频道，让更多的同学一起来听老师的直播课。你可以在脸书，也可以在 Twitter 分享老师的这个频道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听老师的免费直播课。好，小忍说理查老师跑了8575步哦。老师看到 Jose 米磊哦，还有立新，欢迎。好，这个罗山哦 ，Soar 8575步。好，彭任，好，欢迎彭任新同学 Jose 8575步，君诺8575步。米磊说老师剪了头发，对，老师今天下午去理头发了剪头发了这样子比较轻松，不然头发太多了不舒服。好，汉奸说8575步，慧君8575步。好，这位同学是新同学吗？欢迎你蒋瑞8575步。好，来自柬埔寨的朋友所以是 Mingala 吧？不是，忘记柬埔寨的你好怎么说了。Hello， 雷曼来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3集的词汇。好，今天这3个单词都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常用，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好，第一个单词是负责，负责。第二个单词叫单纯，单纯。第三个词汇叫复杂，复杂。单纯跟复杂，它们是反义词它们是反义词。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第一个词汇负责。这个单词太重要了，一定要记起来。负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负责。负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承担责任。什么是老师，什么是责任？责任就是英文的 responsibility。比如说，你们是学生，学生的责任是什么？学生的 responsibility， 学生的责任就是要学习，好好学习。老师，理查老师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是什么？就是要努力的教学，要好好的教学生中文，这是老师的责任。爸爸妈妈的责任是抚养孩子，照顾孩子，对不对？老公的责任是什么？老公的责任就是努力赚钱。老婆的责任是什么？可能是在家里做家务，
传统的观念是这样，对不对？在家里做家务，在家里照顾孩子，这是传统女性的、传统女人的责任。所以负责是个动词，承担责任，你要把那些责任扛在身上，你要把它完成，这样的人就是负责的人。好，所以负责可以当做动词 take responsibility， 可以当做形容词 responsible。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是个 responsible person， 中文要怎么说？你是一个负责的人，你是一个负责的人，所以负责是可以当做形容词哦，负责可以当形容词。那如果你要对什么事情或对什么人负责，这里的介词对其实就像是英文的 for， 所以如果你们要对孩子负责，那么你就可以说我要对孩子负责。你要对你的太太负责，我要对 for， 我要对我的太太负责，我要对学习中文负责。所以 you're responsible for learning Chinese， 我要对学习中文负责，我要对我的工作 my job， 我要对我的工作负责。所以记得你们一定要用这个对，介词是用对，对什么事情，对什么人都可以负责。好，君诺，老婆的责任是老婆的责任是浪漫。诶，日本人都会诶，林子，你们日本人都会 if you feel surprised， 诶，对不对？日本人都会这样很惊讶的感觉，对不对？对，负责当动词的时候是承担责任。君诺是个很浪漫的人，君诺是个很浪漫的人。好，郑红欢迎。对，我们可以说负责的人，负责的人哦。好，孙宝池你好，还有邓杰吗？欢迎。好，每个人都好，这个语法我们说过非常多遍了啊，这个都是强调多数，强调很多，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 yourself 负责。好，这是一个很棒的句子，你们要对自己负责，对不对？你们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You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your own life。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话。你要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哦。好，我们再往下看，各位同学，负责，你可以说负责任，两个都可以。你可以说理查老师要对学生们负责，动词哦。理查老师要对学生们负责任，各位同学都可以，而且都对。你可以说负责，你也可以说负责任，两个都是一样的意思。好 ，be responsible for， 记得我们的介词是用对。好，负责也可以当做形容词 responsible， 所以你可以说君诺是个负责任的人，你也可以说君诺是个负责的人。OK， 两个都是一样的意思，负责任的、负责的是一样的意思哦。好，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男人或这个女人他不负责，英文叫 irresponsible， 中文加个不就可以了。他是个不负责的人，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人，都是一样的意思哦，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要说这个人他对学习不认真，他对工作不认真，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他是个不负责的人。好的，那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做题目。他从没，好，从没就是 never。OK，plus a verb。OK，从没后面加上一个动词，他从没照顾过。好，
从没我们会加个过，表示过去的经验 past experience。 OK， 他从没照顾过自己的孩子。好，照顾很好的一个用法 take care of 照顾，他从没照顾过自己的孩子。那么他是个怎么样的父亲？他应该是个 irresponsible father， 对不对？他真是个，真是其实像是英文的 really is， 他真是父亲，不负责任的。好，这题很简单哦。再一次告诉各位同学，不负责任 irresponsible。好，不负责任。好，Norbert 说他从未照顾过自己的孩子，他真是个不负责任的父亲，非常好。好的，蓝墨，他从没照顾过自己的孩子，他真是个不负责任的父亲，非常好。好的，郑红，他从没照顾过自己的孩子，他真是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好的 ，OK， 没问题。林子说换了 iPad， 打字速度比较慢。好 ，OK， 没问题哦。这个句子把它学起来，从没加上动词，然后我们会加上一个过，这个过是个 marker， 表示你过去的一个经验 ，refer to your past experiences。OK， 好，不负责任，不负责都可以哦。好。各位同学，我们在学习更多负责的相关用法。承担责任就是负责任。那么责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责任就是名词 responsibility， 责任 your burden， your responsibility。各位同学，你的责任是什么？你们是学生，你们的责任是好好学习中文。你们的责任是什么？你们的责任是每天准时上课，每天准时上课，这些都是你们的责任啊，责任。好，那各位同学，承担责任，承担就是 carry on the burden， 它是个动词哦，承担就是 carry on the burden。好，责任 carry the responsibility on your shoulder。好，承担责任。好，你也可以说负责或负责任都可以。再来，如果你不想承担责任，你想 avoid， 你想逃避责任，表示你不想负责，你不想要负责任，你想要逃避 get away from， 你想要逃避责任，你不想负责，你想要逃避责任。好，我们不可以当一个逃避责任的人。好，逃避责任，它是个动词哦，逃避。好，我们来做题目。当了父母就必须要怎么样？好，这题很简单哦。好，必须 have to must。OK， 当就是 to be，OK，to be or to become。当就是 as 也可以 as a parent。OK，when you become a parent， 当了父母，父母就是父亲或母亲，当了父母就必须要怎么样？好，就必须要承担责任。好，慧君说也可以用负责任，当了父母就必须要负责任，也可以。当了父母就必须要负责，也可以。好，好的，汉奸，当了父母就必须要，汉奸，你要不就说承担责任，要不就说负责任，你只能够用一种哦。You can only choose one。负担责任，负责任，负责。OK， 你不能说承担负责任。No， 好。当了父母就必须要逃避责任。Good， 很好，可以呀。如果你不想照顾自己的孩子 ，No, I don't like kids， 那你可以逃避责任啊。好，逃避责任。好，现在有很多父母亲，不能说他逃避责任，他有时候觉得，两个人
就好了，我跟我的妻子，我跟我的丈夫就好了，我不想生小孩。那可能他的爸爸妈妈会说：“你们怎么可以逃避责任？你们应该要生孩子才对。”但是这个不一定，这是你的选择，这个也不算是逃避责任，对不对？好，好的，各位同学，负责或者是负责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用法。OK，负责 has another interesting meaning. OK, what is it? 老师告诉你，这个常常用在男生跟女生他们在一起发生关系之后，女生就会说：“你要负责，你要对我负责。”如果这个男生跟这个女生发生关系之后，女生通常会说：“你要对我负责 ，You should love me only. You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me.” 好，这个也是负责的另外一个意思，而且常常在你们看中国的戏剧，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内容、这样的情节啊，看到这样的情节，女生会对男生说：“你要对我负责，because we have already have relationship，对不对？Sexual relationship。” OK，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在中国的戏剧里面，有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意思。负责任就是男人要对女生负责，因为你们已经发生关系了啊。好，对，丁克族，对，dink，对不对？就是结婚，夫妻结婚了不生小孩，这个叫丁克族啊，这个叫丁克族。台湾叫顶克族啊，台湾叫顶克族，就是英文的 dink，对不对？DINK。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要对我怎么样负责？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要对我负责。好，米磊不想要有正红爸爸，因为正红爸爸不想负责。好，月莹，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要对我负责。好，这个是比较 interesting 的用法了啊，一般是女生对男生说的，女生对男生说的。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你要对我负责啊，你要对我负责。好，OK，听得懂吗？这个有时候你在看中国的戏剧，会看到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用法哦。好，好，你要对我负责哦。我们答案是负责或负责任也可以。好的，OK，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叫复杂。复杂，什么叫复杂？复杂就是不单纯、不简单。复杂就是很多很多，而且你不能理解，你不懂，你觉得太多东西了，所以你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东西不简单，这个东西不单纯，你就可以说很复杂。复杂，OK，它是个形容词哦。好，佳妮来了，欢迎。好，这个是女生说的哦，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要对我负责。女生对男生说的。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句子。英文的语法很复杂，中文的简单多了啊，单纯多了也可以，单纯多了，或者你说简单多了。好，各位同学，你们觉得英文的语法比较简单，还是中文的语法比较简单呢？理查老师觉得中文的语法比较简单，英文的语法很复杂，太复杂了哦。好，在台湾我们说文法，英文的文法很复杂，中文的文法单纯多了。好，单纯也是 simple 的意思啊。好，那各位同学，多了表示 much more plus an adjective，多了。比如说，郑红很帅，理查老师帅多了。Teacher Richard is much more handsome，帅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个形容词加上多了，它的意思是 much more adjective。好，比如说雷曼很高，理查老师高多了，I'm much taller，I'm much taller。好，比如说君诺很穷，理查老师穷多了，I'm much poorer。理查老师比君诺穷多了，理查老师更穷。好，所以多了表示 much more plus an adjective。OK， 好，
对我来说都很复杂。好 Norbert 说，理查老师，你还没有看到西语的文法啊？真的哈、西语的语法好像更复杂，西班牙文的语法应该是更复杂，好像还有 gender，还有性别，对不对啊？好，OK，任务是不一样的意思哦。蓝墨，任务是个名词，它是意思是 mission。任务通常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别人指派给你的工作才叫任务。负责任是个动词或者是形容词，任务是 mission，它是个名词啊，名词不一样哦，两个完全不一样。好，月莹说，月莹觉得英文比中文，英文的语法比中文复杂，对不对？而且英文很难学。好，蒋瑞说，作为一个英文母语者，英文的语法真的更复杂，没有错，蒋瑞没有错吧？英文的语法太复杂了，中文很简单，很单纯，对不对？好，好的，佩霞觉得中文的语法比较简单。好，蓝墨觉得不是，蓝墨觉得英文的语法比较单纯，英文的语法比较简单。好，对啊，西语好像还有东西都还有性别，有男性、女性，对不对？好，我们再往下看。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单纯跟简单，基本上是同义词。不过呢，单纯跟简单基本上是同义词，都是复杂的反义词。但是单纯一般用来形容 personality，单纯一般用来形容人的个性 personality。好，比如说，如果你的个性是 very simple, very naive，我可以说，比如我可以说 Norbert 的个性很单纯。一般来说，单纯是形容人的个性，可以形容人，也可以形容事物，可以形容事物。好，你可以说这件事一点也不单纯，not simple at all，表示 very complicated，表示非常复杂。这件事一点也不单纯，表示这件事很复杂。好，他的个性很单纯，表示这个人想得很简单，好像孩子一样，很可爱。如果我说你的个性很单纯，其实你是 adorable，you're simple，you're naive，是好的。我如果说林子的个性很单纯，其实我是觉得林子是很好的，个性很简单，而且很好相处的人是好的。好，你也可以说他的个性很复杂，表示 he's a complicated person，他的个性很复杂。我觉得你们都不是个性很复杂的人，对不对？我觉得你们这些学生的个性都很单纯。好，学习中文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对不对？你要学成语，你要学拼音，你要学语法，哇，太麻烦了。所以学习中文，中文是一种很复杂的语言，中文是很复杂的语言。好，你也可以说他是个单纯的人，基本上是个赞美。如果你说这个人是个单纯的人，这是个赞美，他是个 naive person，是好的这是好的赞美啊。好，好的，very very simple，单纯 naive，对naive。好，他的个性很单纯好，你可以说他的个性很单纯，他是个单纯的人。他的头脑不是头发。好，简单用来形容头脑简单，或者是一个问题很简单。理查老师的问题很简单，My question is simple。好，通常用来形容头脑，还有你的问题。好，他的头脑简单。各位同学，请你注意，这是一个不好的用法不能说用法，这是个不好的话。如果你说Norbert 你头脑简单，这句话是说 Norbert 不太聪明。所以如果我说你的头脑简单，其实我觉得你不太聪明。You're not that smart actually。所以头脑简单不是一个赞美不是，其实他觉得你有点笨，他觉得你那么
他觉得你不是那么聪明，所以我会说你头脑简单，这是个不好的句子哦。好，可以用在问题上面。这道数学题很简单，这道数学题很复杂，都可以用哦。好，我的生活可以的，可以用在你的 lifestyle，可以用在生活上面。我的生活很简单，理查老师的生活很简单，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我的生活很简单。有的人的生活很复杂，每天要做很多事情，他的生活要做很多工作，很多不同的事情，还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爸爸妈妈，他的生活很复杂。OK，或许他交的朋友很多，而且可能是很不好的朋友，也有可能哦。生活复杂的人，他过得会很累、很辛苦。好，生活复杂，生活简单，好，都可以用。好，好的。月莹说：“我的生活很简单，很好。”好，春娇说：“我的生活很简单，每天都是一样的时间起来，每天吃饭，每天学习，每天运动，没有了，很简单的生活，很简单的生活啊。”好，这包叫鞋皮，很简单。这道数学题吧。日本有一个沐浴乳的牌子叫做哪一服？这我不晓得。好的，没问题。好，各位同学，你的生活简不简单呢？你的生活复不复杂呢？你的个性单不单纯呢？你的个性复不复杂呢？你是个单纯的人，还是个复杂的人？这件事情一点也不复杂，这件事情一点也不单纯。他的头脑很简单。这道数学题很简单，这道数学题很复杂。好，OK，都可以用，你们可以试着练习看看这些句子哦。好，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如果你想要支持理查老师，请你每个月$2就可以请老师喝咖啡。谢谢大家，我们来考试。责任，好，是个名词啊。复杂、负责，大家都不想，都把工作丢给新进员工。好，大家都好。Once again，都 is emphasizing many or everyone。OK，所以 everyone 大家就是 everyone，这个都是强调多数的一个字啊。大家都不想。大家都把工作丢给新进员工。什么叫新进员工？就是他才刚进来公司上班的人叫新进员工。你可能才进这家公司1个星期、3天、2天，你就是新进员工。你才刚来公司没有多久，你就是新进员工。好，丢，中文用丢，英文用 leave the responsibility，leave the job，leave the work。中文用丢啊，所以很有意思。我们用丢的，丢工作给别人，我把工作丢给别人。好，负责，大家都不想负责，都把工作丢给新进员工。蒋瑞，大家都不想负责，很好。好，就 Jose 负责，恩美负责。好，立新负责，很好，答对了。虽然我是个单纯的人，但是我的生活压力很大，我的生活很复杂，而且压力很大。但是我的生活很复杂，而且压力很大。好，好的，汉奸，大家都不想骨折，为什么是骨折？Bone fraction，骨折 ，bone fraction，负责哦，不是骨折。大家都想责任，君诺，责任是名词哦。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想要说责任，你要怎么改？你要说大家都不想负责任。
我们加个负责任哦。如果你选一的话，我们要加个负。大家都不想负责任 ，OK， 大家都不想承担责任哦。好的 ，OK， 没有问题吧？新进员工是刚进来做1天，我觉得1个月以内都可以叫新进员工啊，1个月以内都可以叫新进员工啊。负重，不会，我们不会这样说，负重责任不会这样说啊。没有责任心可以，不过呢 ，Elif 说的是like irresponsible， 我们不会说没有责任心，我们可以说没有责任感，没有责任感，没有责任感，比较常用。I don't have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中文用没有责任感，没有责任感啊。好，负责跟负责任一样吗？一样，都是动词，一样。负责跟负责任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形容词。Jose 是一个负责的人 ，Jose 是一个负责任的人。Jose 很负责 ，Jose 很负责任，可以，都对。好，对 ，Carmen， 大家都不想负责，都把工作丢给新进员工。Very good， 好，记得责任的用法。第一个，责任是个名词；第二个，责任负责，负责是个动词或者是形容词。你也可以说负责任，负责任也可以当形容词或者是动词哦。一定要记起来哦，老师再讲一次哦。这边直接写好了。好，你们可能会 confused， 老师再告诉你们一遍哦。负责 or 负责任 can be a verb, can be an adjective. Okay. If we say 责任 only, this is a noun.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责任。负责 or 负责任 can be the verb, can be an adjective. Okay, so remember th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opposite meaning of 负责 means 不负责 or 不负责任. That's the opposite. That's the antonym. Okay? 负责verb adjective. 责任 responsibility is a noun. 不负责 or 不负责任 irresponsible. Okay, irresponsible. Okay. 好，记起来了吗？一定要记对哦，一定不要搞错了哦。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题。第二题，责任 responsibility 复杂 complicated， 负责 responsible take responsibility。秀芝是一个很有什么感的中文老师。好，这个感就是 a sense of 什么感。秀芝是一个很有什么感的中文老师。好 ，OK， 很有负责感、责任感，没有责任感。老师刚刚告诉你答案了 ，I told you， 老师告诉你答案了。好，责任，秀芝是一个很有负责感。We don't say 负责感呀，很有责任感。好，请你记得，我们中文会说责任感，英文是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好，我们用名词哦，责任感、责任心比较少用，我们会用责任感。责任心很少用，我们会说责任感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好的，你们不要被英文骗了哦，不要被英文骗了。我们中文会说，秀芝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中文老师。好，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个用法。很常听到别人说，比如我说君诺是个很有责任感的学生。
好，雷曼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Jose 是个很有责任感的老公。林子是个很有责任感的女人。好，很有责任感 ，a very responsible person, or have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好 ，OK， 听得懂吗？一定要说很有责任感。好，责任感哦。好，我们都应该为自己的学习负责。Very good。好，邓杰他做事很负责任，可以，这里是个形容词，这里是个形容词哦。理查老师也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中文老师，很好的句子，正确的句子，很棒。好 ，OK， 听得懂吗？好 ，once again， 责任、负责任 ，verb adjective， 很有责任感，很有责任感。It should be the whole thing should be an adjective， 很有责任感的人，很有责任感的老师的学生，很有责任感的经理。好，那么再来，不负责任 ，irresponsible， 不负责任，不负责。好，责任 burden or responsibility。好，好的，我们看最后一题，责任、复杂、负责。大脑是人体中最什么的器官？好，人体 human body， 器官 organ， 你的肺是器官，你的心脏是器官，你的胃是器官，大脑也是器官，但是大脑是一种怎么样的器官呢 ？organ 器官啊，好。大脑是人体中最复杂的器官。好，复杂。大脑是人体中最复杂的器官，很好，复杂。大脑很复杂，我们都知道，大脑一点也不简单，大脑是非常复杂的器官。哦，好，大脑是人体中最复杂的器官。对，答对了，最复杂的器官。好，没问题。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学习到了非常多重要的词汇，请你要记起来。我们学习到负责、负责任；不负责、不负责任；责任 responsibility。我们学习到了复杂 complicated， 单纯 naive， 简单 simple or easy。好，所以你要记得这些东西怎么用。你可以说，理查老师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理查老师是个负责的人，理查老师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很有责任感的人。好，这些东西要记起来啊。好，我们明天见喽。啊，对了，各位同学，这个汉奸觉得今天的课很复杂，但是昨晚的单纯多了，很好的句子，多了 much more adjective。OK， 好，各位同学，这个理查老师要告诉大家说，这个星期老师比较忙，所以明天开始老师的直播会先暂停几天，所以呢，我们下星期一再上课，好不好？因为老师这个星期太忙了，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我们明天不上课，后天不上课。什么时候上课呢？我们下星期一上课，好不好？下星期一我们再开始上课。这几天老师要处理很多事情，太忙了啊。好，那么我们就下星期一见。下星期一见啊！又放假了，对不对？耶，又放假了，太好了。好的，好，淑理，你可以说很有责任感的中文老师。我们不会说责任感的中文老师，我们会说 Ben 老师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中文老师，李灿老师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中文老师，一定要加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中文老师哦。好 ，OK， 我们下星期一见，拜拜。